大家好，我是宝海之啊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叫做人生重开模拟器的游戏啊。那这款游戏呢，也是有很多观众推荐我去玩，并且呢，这个游戏最近还是非常的火啊。这个游戏它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文字表现出来的，并没有图画，而且里面的东西呢都是随机的。好啦，那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立即重开一个人生吧。天赋抽卡10连抽啊！哦，请选择3个。哇，这么多天赋要选了3个吗？我不能全部选吗？天赋居然还有个早产儿，所有属性减1，哇，这个天赋谁会选的？既然是天赋，而且是自主选择的话，那肯定要选择好一点的喽。哇，看最后一个鹤发童颜啊！70岁的时候颜值加3，这么多天赋，选择什么好呢？只能选3个呀。选择一个随身玉佩吧，或许有保护作用。不离不弃这个天赋我选择一个吧，不会离婚嘛，人生路上总有人陪伴的嘛。智可生财，若20岁时智力大于8，家境可以加2。这看上去不错啊，有保护，有智力，还有一个完美的婚姻。哇，这人生要开挂了呀！来吧，开始新的人生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调整属性啊。第一个是颜值啊，高颜值能解决所有麻烦，人生路上很有可能会一帆风顺呢。颜值还是很重要的啊，把颜值点满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上面这个东西怎么看不到了呢？这个智力5分啊，差不多了。体质3分，然后家境2分，啊，差不多了。属性已经全部点满了。来吧，开始新的人生。0岁时你出生了，是个男孩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个男孩呢？你比其他小朋友长得更可爱。哎，这非常符合我小时候啊。哎，我不是吹啊，我小时候真的非常惹人喜欢。5岁的时候，我的识字量到达了500。哇，我5岁就这么厉害了吗？那以后的人生那不得开挂呀！6岁的时候上了一个普通小学，8岁的时候开始养猫，9岁每天喝牛奶，10岁的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小朋友，不过是很纯洁的喜欢。11岁的时候参与了学校的文艺演出，12岁升入初中了，13岁的时候你后桌的同学抄你作业，不小心把你的名字也抄上，这也太笨了吧！14岁的时候有次写作业时灵光突现，你的智力提高了。哎，之前不是有个天赋来着，是什么呢？20岁之前智力大于8是吗？那我现在智力是6啊，还差2点。15岁的时候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，16岁的时候很叛逆，讨厌别人管教你。哇，什么成就啊？草样年华。哇哦！17岁的时候偷偷被评选为校草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18岁的时候你考上了一所非本科的学校。哎，长得太帅，天天有女生追，导致不能好好学习呀。哦，怎么智力还没提高啊？这已经20岁了呀！啊，那家境不能了呀，家境也提高不了了，那个天赋就废掉了。21岁的时候，你和一个同班同学谈恋爱；22岁的时候，成为了个打工人；23岁的时候，你私人生活越来越少，工作成为了你生活的大部分，感觉往后面就成为了一个普通人啊！我的颜值去哪里了？你颜值没有派上作用的吗？27岁的年会上，你抽到了一张玛莎拉蒂的5元代金券，哎呦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我直接扔了。哦。29岁结婚了，30岁的时候公卫厕所加了计时器和信号屏蔽器啊？为什么在厕所里面加了这个东西啊？32岁的时候孩子出生了，哦，解锁新的成就，好运来，买了彩票中了奖，家境回暖。但是我这边家境为什么还是2点呢？34岁的时候，你的妻子把行动不便的父母接到你们家里来住。哦。35岁的时候，妻子的父亲去世了，继承了一些遗产。哇，继承了遗产之后，我的家境增加了1点。36岁，比较顺风顺水，快乐的一年。37岁考了驾照，开始学会开车了。到后面会不会查酒驾呀，然后坐牢什么的？38岁的时候，隔壁城市发生特大交通事故，数十人伤亡。有知情人告诉你，不是交通事故，好像是一个在天上飞的人。这什么啊？超人呐！超人他突然不会飞了，然后掉下来了吗？40岁。婚前的彩礼全部用于运营你们的小家。43岁的时候，有个乞丐向你推销仙法秘籍，你没有搭理他。哎，为什么不搭理他呢？万一是绝世武功秘籍呢，对不对？48岁的时候，你的颜值仍然过人，那必须的，我的颜值10分呢啊！哇塞！最新研究显示，人类的寿命极限是500岁，真的假的？我能活到500岁吗？53岁的时候，你开始觉得钱财无用啊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这句话是所有文字中应该是最重要的吧，身体比钱还要重要，对不对？哇，解锁一个成就，关我啥事儿？54岁的时候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之后你能得到大量的金钱，但人类在1000年内会灭亡。你按了，然后获得了大量的金钱，这换谁应该都会按的吧？啊！
55岁的时候癌症被攻克了，哇！56岁的时候你的胃口越来越小，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啊。57岁的时候，经常有年轻时的熟人来拜访你。哎，我到现在才发现我的家境已经到6点了，因为我在54岁的时候获得金钱是吧？哦，哇，这家境提高的有点厉害啊。59岁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一些慢性病需要吃药了。60岁的时候，和你同一代的熟人开始纷纷离世了。城市到处都是全息投影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是我的眼神出现问题了吗？在61岁的时候，我的眼神开始越来越变得不好了。哇，感觉现在已经慢慢变老了。64岁的时候，感觉非常容易疲惫了。哇，66岁的时候，家人去世了。哇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67岁的时候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认祖归宗。69岁的时候，你掉了好几颗牙。由于缩写效应，汉语已经简化为纯字母的语言。哎，这个在历史上不是曾经发生过吗？难道又回归了吗？不可能吧！哦，我的天哪！71岁的时候，爱人去世了。哎，我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差了。科学家宣布，人类 Y 染色体再过500年内就会灭亡。Y 染色体指的就是男性，男性再过500年就会灭亡，所以未来只剩下女人了，男人会越来越珍贵了啊！哦。73岁的时候落水意外身亡，这人生很普通嘛？你看，这人生非常普通嘛。这颜值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啊。这颜值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吗？没有啊，也没有出道，也没有拍电影，这浪费呀！这颜值，这个人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下人生总结吧。颜值10，非常罕见，这么罕见的高颜值，居然不好好利用。来吧，再次重开10连抽天赋卡，看看有什么天赋啊！哇，这什么鬼啊？十死无生的体质减10啊！这也太强了吧！选的这个，哎，生产自坚，体质-0的时候，其他属性+1，这两个天赋不好正好搭配嘛？哇，万里挑一，你很攻啊！这一次的天赋好像很有意思啊！我这边突然想到了2种玩法呀。第一种就是我现在这个天赋，体质非常非常差。第二种呢，我是这样想的：桃花连连，恋爱机会会提升，然后再加一个喜欢旅游，那这样的话就会遇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美女或者帅哥。然后呢，再来一个你很攻。这3个天赋，这很明显就是一个渣男或者渣女的天赋啊。这2个属性到底玩哪个比较好呢？但我个人啊，我还是非常想看一看这个。我们要不试一下弱体质吧，指不定一出生就死了。哎，试一下啊。那就这样吧，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生开始。属性值的话，我们要不就随机来开始新的人生。直接死了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，直接赴死胎中，这也太惨了。重开，再来一次。哦，这一次的天赋好像有点意思呀，完全不太一样了。强迫症，天秤座，来天秤座来一个网络巨魔。哎，这个天赋什么颜色不太一样啊？蓝色的，好像挺厉害的样子。来一个强迫症吧啊！天秤座做事要公平，而且还有强迫症，哇，那这有点难受啊！来吧，开始一个难受的人生啊！这一次的属性啊，我是颜值1分，智力9分，体质9分，家境1分，体质和智力都是最顶级的。不知道这样的人生会怎么样的呢？来吧，开始！哎，我是个男孩，还是个男孩，真是的，怎么总是男孩的？哦，我生活在农村，但是生活在农村应该会很快乐啊。8岁的我在晚上的时候和小伙伴一起捉萤火虫，哎呀，多快乐！哎，我的快乐值又增加了。9岁的时候在外面玩到晚上被爸妈抓了回来。哦，但是在我10岁的时候，家里人到城里打工了，我成了留守儿童。13岁的时候考上了县城初中，但是上不起，我的家境供养不了我上学。这有点难受啊！14岁的我去城里看亲戚，很羡慕他们家什么都有。哎，虽然说小时候很快乐，但是长大之后却突然有点自卑的感觉啊。15岁的我中考考得一般，上了县里的一所高中。哦，16岁的时候性启蒙呢？啊，这怎么启蒙啊？哦，应该是学校上课学的吧。17岁的时候我上山捡橘子，差点掉下山呢，捡回一条小命。哦 ，what？ 18岁的时候被同学带去嫖娼。什么鬼啊！高考的时候，我考上了大城市的重点本科。21岁的时候，你和网民争论兰博基尼和法拉利哪个档次高，发展到后面会不会变成了键盘侠呀？22岁的时候参加了志愿者活动。哇！23岁的时候患上了艾滋病。
难道是18岁的那一次吗？病毒在我身体里面潜伏了5年，然后被查出艾滋病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哦，不一定是18岁那一次呢，很有可能是血液啊，对吧？对，有可能是血液传播，一不小心通过血液传播啊。24岁的时候开始相亲了，哇，这还有人要的啊！25岁的时候四处求职，因为太丑找不到工作。26岁的我大学毕业后回村当起了医生。我学的是医学吗？27岁的时候附近开始流行肺炎，你在家中不敢出门。哇，这不就应对当下吗？28岁的时候年龄大了，随便找了一个将就结婚了啊！这不祸害人吗？感觉有艾滋病了，那应该不太可能会要孩子吧？30岁的时候病情加重了，艾滋病加重了吧？32岁的时候，某外籍知名明星因被抓，34岁的时候病情又加重了。Oh my god！ 你们看体质，我的体质都已经-1了，糟糕了，我可能连50岁都活不到啊！3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不是吧？这都敢生孩子啊？这得太糟糕了吧！37岁的时候，孩子经常和我吵架，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孩子已经知道了我患有艾滋病，然后孩子很不爽是吧？感觉我这一场人生不太好啊！高考改革，英语被取消了 ，VR 技术突破。用户可以进入虚拟世界了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民用啊。44岁的时候，孩子又经常和我吵架。45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。46岁的时候，家庭琐事很多，你们经常吵架。47岁的时候，身体越来越差了。啊？什么？48岁的时候，我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，而且还装作不知道。哇，这也太惨了吧！我就说嘛，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，老婆一定知道我是患有艾滋病的，但她还敢生孩子，她敢生孩子，就说明这个孩子她有把握不会遗传艾滋病毒，那一定是别人生的。这臭女人已经做好算盘了呀！原来我当时是个键盘侠呀！哎呦我去！在我28岁的时候，随便找了一个女人将就结婚了，原来在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当了个键盘侠呀！气死我了！49岁的时候小病不断，体质又差了一点，太糟糕了。日本大量居民因核废水变异，为了防止病毒传播，美国向日本抛下2颗原子弹。哇塞，厉害！53岁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从结婚的那天起，人生就结束了。哇，真的是后面真的好惨啊！我们回看一下之前我是出生在农村，晚上和小伙伴抓萤火虫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快乐啊！但是到后面是越来越糟糕了。54岁的时候，感觉生活越来越无趣，很怀念小时候。对啊，没错，你看我刚刚就说的。55岁的时候，后悔年轻时没做更多的事。大人的生活真的很无趣啊。57岁的时候，你有孙子了？这不是我的孙子，这孩子都不是我的，我哪有孙子呀？哇塞，这个可以。爱因斯坦失去了大部分大脑标本被摧毁了。59岁的时候还经常吵架呀。60岁的时候退休了。哇塞！61岁的时候，希特勒遗骨被发现了，这有可能发生吗？腾讯收购网易。哇！66岁的时候，医学奇迹啊，全球首例断头重生手术成功，那几乎可以永生啊！这个，哇塞！69岁的时候有重磅新闻呐，70岁了还吵架。72岁的时候，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。73岁的时候，本拉登复出啊，发视频称当年是假死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我这一场人生发生的事情，虽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很有趣啊！哇塞，70岁的时候，女生育技术取得重大突破。那之前在64岁的时候，就是男性再个500年就会灭亡了，和男性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这有点伤感哎。75岁的时候，结婚周年的纪念日，疯传而睡，而且还离婚了，离就离，哼，背着我跟别人生孩子。76岁的时候耳朵听不清了，78岁的时候心血管疾病去世了。这一场人生啊，得益于我之前的强体质啊，使我得了艾滋病呢，也能活到了70多岁。那如果说我没有得艾滋病的话，是不是会活到100多岁呢？有可能哦。虽然说这一场人生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是这个世界还是很有意思的啊。有没有比较特别奇葩的人生呢？我这个人生总结厉害呀，总评101分呢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这个人生重开模拟器啊，就先玩到这里了。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各种事件随机，每次都过着不同的人生，每个人生都很有意思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人生重开模拟器后面居然还会触发修仙的情节，什么鬼？吓死我，要试试看。